妹，你在这做什么？伸手轻轻碰了一下小萌萌，小萌萌像失去生命力的玩偶一样，直接躺在了地上。您说的我明白了，过几天我会把我妈送回老家，每个月给她寄点钱，孩子以后会交给我妻子教育。老太太不敢相信的看向李密，你真的要送我回老家？妈，当初接您来城里是想着您和您孙子能近一点，平时能帮我们带孩子，你宠您孙子我没意见，但是你不应该给他灌输这些老一辈人的思想，他现在都被你惯坏了。趁现在他性格还没定型，还有改正的机会，今后孩子的教育问题您就不要操心了。李密心痛的说出这些话，老太太悲愤的指着小胖子的妈妈，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，所以你才想送我回乡下？妈，吴云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，我有眼睛，我会看。您平时在我面前对吴云很好，但是我不在你面前了，你对吴云怎样不用我说了吧？小胖子的妈妈惊讶的看向李密，眼泪委屈的泪水瞬间流了下来。吴云，对不起，一直以来让你受委屈了。没关系。吴云红着脸看着面前的这个为他遮风挡雨的男人，这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。经过这么一闹，顾老太太也没心思再继续逛下去了，她带着小萌萌直接回了家。老爷、老夫人，萌萌小姐欢迎回来。老刘，去准备2个煮熟的鸡蛋。好的。萌萌乖，我们一会拿鸡蛋敷敷，一会就不疼了。小萌萌轻轻的点了点头。一个女佣走过来向她汇报：老夫人，大小姐来了。妈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告诉你干嘛？看看你这一天天的，一天到晚女孩没有一个女孩样。顾老太太一脸嫌弃的看着自家闺女，我这不是来看我们家大侄女的吗？瑶瑶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如果有喜欢的男孩子就带回家来看看。我不着急，我还想多玩几年呢。再说了，我还在念书呢。你们想抱孙子，让哥再努力，这不就孙子孙女都有了吗？老夫人，鸡蛋拿来了。刚好我还没吃，有点饿了。说着，顾清瑶就伸手拿了一个鸡蛋，自顾自的就塞进了嘴里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这是拿来给萌萌敷脸的。哎呀，萌萌小姐脸怎么肿了？刘伯这才看见小萌萌的脸肿，张娇嫩可爱的小脸蛋肿了半边，心疼的不行。顾清瑶凑到小萌萌的面前，用手过小萌萌的脸，见真的肿了，立马心疼的要给小萌萌报仇。哼，这是谁打我们家小宝贝了？姑姑去给你报仇。已经道过歉了，算了。怎么能算了呢？他们家打了我们家小宝贝的脸，当然也要打回去啦。顾清瑶不，道歉怎么够呢？好了，说什么呢？你要是带坏萌萌，我跟你没完。顾清瑶转头看向一旁不说话的顾老爷，你老婆威胁你闺女，你都不管一管吗？顾老爷子看了一眼顾老太太，顾老太太抬头瞪了他一眼，她弱弱的收回了视线，怂怂的看向顾清瑶。我可不敢。顾清瑶对顾老爷子翻了一个大白眼。最近都去哪里野了？没有去哪，都在学校呢。顾清瑶心虚了，小萌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好奇的看着顾清瑶。她没见过这个人。顾清瑶一直不喜欢简元馨，简元馨嫁进来顾家后，她几乎很少回来。顾清瑶也没见过小萌萌和顾灵烟。你一直盯着我看什么呢？顾清瑶见小萌萌好奇的一直盯着她看，她就忍不住逗逗她。小萌萌脸一红，立马就害羞的低下头。萌萌，这是你姑姑。小宝贝，来叫声姑姑，姑姑给你一个小礼物。顾清瑶一脸期待的看着小萌萌，而小萌萌脸上出现了为难尴尬的表情，她失落的低着头。萌萌没事的，你现在只是暂时的，以后会好起来的。顾清瑶见自己好像说错话，一脸疑惑的转头看向顾老爷子。他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顾老爷子对着顾清瑶使了个眼色，晚点再说。顾清瑶拿出准备好的礼物，开始哄小萌萌。小宝贝，你看这是姑姑给你准备的小礼物，你看喜不喜欢？小萌萌抬头看着顾清瑶手里的精美的手办，她点了点头，用手语比划了一下谢谢。你喜欢就好。顾清瑶伸手摸了摸小萌萌的脑袋。大小姐妹已经煮好了，你去吃吧。多谢刘伯。顾清瑶笑着走去了餐厅。萌萌还痛吗？小萌萌抬头摇了摇头。萌萌真乖，一会敷好了，奶奶奖励你一块小蛋糕。小萌萌听到小蛋糕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蛋糕软绵绵的，奶油奶昔浓郁又甜甜，加上水果，她吃过一次就喜欢上了这个味道。没想到我们家的小公主还是一个小吃货呢。小萌萌咧开嘴，傻乎乎的笑着。顾老太太和顾老爷子被她这个小表情给逗笑了。敷完脸后，小萌萌吃着小蛋糕，顾清瑶吃饱回来，撑着下巴盯着小萌萌看个不停，稀罕的不行。小侄女今年多大了？4岁。4岁？不对呀。怎么不对了？这是哥的孩子吗？这怎么不是你哥的孩子了？顾老太太被顾清瑶问得一头雾水。洛心姐不是离开我哥5年了吗？这孩子都才4岁，怎么可能是我哥的？哈哈哈哈！顾老太太笑了，原来自家闺女没弄清楚对象。妹妹，我回来啦。顾灵烟刚好放学刚到家。这才是林洛心的孩子。那这个呢？妍妍，你带妹妹去楼上玩。顾老太太有意要避开小萌萌。好，妹妹，我们上楼玩乐高吧。顾灵烟看了一眼陌生的顾清瑶，乖巧的拉起小萌萌的手上楼。
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萌萌是你哥和简元星的孩子，这么多年你都没回来，所以不知道很正常。那他怎么会在这？简元熙那个女人愿意把孩子给哥了？顾清瑶很清楚简元熙那个女人，为了得到他哥无所不用其极。一开始是不愿意的，最近不知道发什么疯，把萌萌一个人丢在游乐场里。你哥联系他，他说他不要萌萌了。说到这，顾老太太就忍不住流眼泪。小萌萌还那么小，却要遭遇这样的事情。那他嗓子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叶白带他去看了医生，医生说是自闭症，不愿说话而已，多陪伴多关心一下他，说不定他愿意开口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简元熙教他这样做的呢？顾清瑶皱眉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虑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，他还那么小，他能懂得什么啊？怎么不可能？他都已经4岁了，4岁的小孩完全可以听得懂大人说的话。顾清瑶更加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。妹妹，你在这做什么？2楼传来了顾灵烟的声音。顾老太太和顾清瑶同时看向2楼走廊位置，小萌萌目光里面没有一丝焦距，就呆呆地站在那里。妹妹，顾灵烟见小萌萌没有回应他，她用手在她面前挥了挥，还是没有反应。她伸手轻轻碰了一下小萌萌，小萌萌像失去生命力的玩偶一样直接躺在了地上。